这一首我觉得我在过去这个月之内好像有好几次已经在Facebook 的这个网页里头有 post 过几次我的 short video 练习这首。为什么我要这过去这个月来一直在练这个部分是因为大家也看到在两个礼拜之前呢，我有一个 recital 就是要弹这首，所以非常紧密的在练习这一首。那这一首呢，很多朋友可能也已经知道，就是巴哈的这个巴蒂塔组曲的第2号 C 小调里头的最后一个部分叫 Capriccio。我非常喜欢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轻快活泼来。这已经是我弹了这首曲子不光是这个了，这个是整个帕蒂塔组曲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整个帕蒂塔组曲一共有6个部分，这是最后一个部分。那整个组曲呢，前前后后我练习的大概有近2年了在中间也包括我手受伤，大概有近2年。非常难的一个曲子那我现在是已经弹得蛮熟的了，也已经演奏过1-2次。上次我在那个 video 的里头 Facebook 里头也跟大家讲，我被巴哈打败了也就是前几个礼拜我练习这个巴哈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哇，真的好难，为什么呢？我的谱在哪？我的谱在楼上。巴哈呢，它难的程度并不是说它是 unachievable， 就是说最后你还是会达到那个目的，你一定会只要你很认真的做你该做的事，每天很 consistently 做你该做的事，最后你会看到成果。所以以这个面向来讲不能说它非常的难。那它难在哪里呢？就是说它的面向太多了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的紧密。那结构紧密的音乐一定就是说它的可能层次很多。你看你吃千层派10几层，是不是一层一层要盖上去，最后才会成为一个成果？那我觉得巴哈的曲式就有这种感觉，它层次很多，很紧密，那同时结合在一起，然后同时要表现出来。那你要让整个东西呈现的非常完美，你必须每一层你都要研究的很仔细，然后每一层都很好的时候，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当然就会呈现的很好。所以它的功很多，功不仅很多，还要很细。我觉得很像有点像法式甜点法式甜点真的很棒，我觉得所有的甜点我最喜欢还是法式甜点。为什么呢？因为它必须要注重很多的细节，到最后整个东西呈现出来的时候呢，才会又甜但是又不腻然后又觉得好舒服，然后非常的和谐的感觉，又感觉很自然。我觉得巴哈就是类似这种感觉你必须要注意很多的细节，到最后呢才能够呈现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那昨天我在弹肖邦夜曲的时候，跟大家弹肖邦夜曲的时候，顺便的提到说巴哈跟肖邦是怎么的不一样巴哈跟肖邦真的是不能一起弹相差太远了，完全不一样。巴哈的时代呢是在1750年之前他大概活了70岁左右吧，所以他是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大约1685年左右出生的人。Correct me if I'm wrong 然后活到1750年，也就是莫扎特出生的5-6年前，他过世了。所以你大概知道他是在莫扎特之前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的音乐当然跟肖邦是1810年出生的，那个时候的音乐已经会有蛮大的差别了。那还有巴哈那时候时代的钢琴，那时候还没有钢琴，真的，那时候的琴呢是有点像各位如果去过教堂的话，看过大键琴，是类似大键琴他本身是在教堂服务的他一生都是在为教堂服务，一生都是为了教堂的礼拜的音乐写曲子。那他写的曲子呢，没写好了以后呢，过几天就要表演，他是常常在写曲子的人所以呢，当然我可以说
如果你以一个音乐的乐师来讲啊，他可以说是一个类似有点技术官僚的乐师，可以这样讲，他天天就在做这个东西。那因为他的出产很多，这也是他的也是他的工作，当然也是他的 passion， 他本身也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所以他的音乐呢有一个很严谨，一种很严谨的感觉。你当然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因为他的音乐其实是很功能性的，是有一个目的在的。那基本上是为了 service， 但你要歌颂上帝的，有一定的结构啊，但不是说他没有创造，他有很强很强的创造性，在他某些曲式里头，你可以表现，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 creative 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巴哈他的这种 social context 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的音乐呈现出来绝对是比较井井有条，结构很紧密，然后非常重视 texture 跟细节的哦。所以呢，那个时候的音乐哦，重视比较是一种 function， 而不是个人哦，而不是个人的情感或是个人抒发的这种情绪啦，或是 sentiment 啦，是非常不个人的，是一种属于比较 group 功能性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说巴哈的音乐跟肖邦是完全不一样，不能一起谈？但是，我想说的是说。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巴哈呢？那同时我又这么喜欢肖邦，虽然他们不一样，但是因为我知道我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他们。那刚才我弹的这首 Capriccio 呢，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这个 Capriccio， 因为我最近很紧密的在练习，所以呢，我顺便也做了一个录音，就是是有这个 Capriccio 的单曲的专辑哦。是在3月6号，也就是后天哦，也会在苹果音乐跟 Spotify 跟大家见面。这就是一个单曲，大概只有2分钟，可以说是在我最peak 的时候录的这个 Capriccio， 所以我觉得品质相当的好哦。也欢迎大家，如果对古典音乐有兴趣，甚至巴哈的音乐哦，甚至想知道更多巴哈的音乐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就是直接就把这个单曲 Capriccio。就拉到你的 playlist 加进去哦，所以平常可以听，这很轻快的。我真的蛮喜欢它的哦。那这首曲子听起来就觉得啊，好轻快哦。希望听众能够理解说。他后头的 hard work 是很大的哦，他的 workload is very very big。我记得我在手受伤的那7、8月当中哦，我还是蛮想念的，所以那时候我只有左手比右手还好一点，所以呢，因此我就只好用左手来练。所以我常用左手去练它哦，但是反而这个是叫做塞翁之马焉知非福哦，就是说那时候因为我右手不好，我只能用左手单手练。但是其实呢，练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最好哦，就是把它拆开来，就像我刚才说的，拆开来每个层次给它拆开来，然后注意细节。那也就是因为那时候右手受伤，所以只能练左手。反正我把左手练得好熟，左手练得好熟呢，所以对这首曲子很有注意哦。所以我相信，我现在这首单曲的录音绝对比10月份哦，整个巴蒂塔组曲的那个部分哦 ，Capriccio 要更成熟了一点哦。我希望大家会喜欢，所以这首呢会是3月6号会发行的。那另外一首，还有一首单曲也是巴哈哦，这首呢非常非常的美。那我为什么突然想要录这首呢？完全是就是突然间想到，觉得好想录，因为这首歌好美。我想没有人不知道哦，是这样。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因为这首太有名了。可能很多人觉得听过，可是其实不知道它是巴哈，它其实是巴哈哦，是巴哈的哪里来的呢？巴哈呢有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前奏曲跟副歌哦。所谓前奏曲跟副歌，可能很多人觉得听过前奏曲，副歌也常常听到，好像跟巴哈是连在一起的哦。前奏曲跟副歌到底是什么呢？
巴哈呢，他非常 ambitious 哦，他对这个键盘乐器的构造哦有很大的兴趣，所以他那时候常常在研究每一个和声的每一个和弦的和声。他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样吧，我来为每一个 key， 就是每一个 key 每个调做一组曲子。比方说，为了 C 大调，我做一组，一组就是什么呢？所谓一组就是前奏曲加上副歌就是一组一个 pair。然后呢，同样我会 C sharp 大调也做一首前奏曲跟副歌。那同样小调也有 C 小调，它也做 C sharp 小调，它也做。所以每一个 key 你所知道的 key， 他都做了一组前奏曲跟小调，所以他的作品很大，真的很大。我们常说 monumental， 就说哇 ，is huge， is 非常的amazing。而且呢，他做了2次，一个是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做的，那一套是在他比较已经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做了，所以一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说有2个 book， 一个 book 1， 一个 book 2。所以一共呢是48首，很大很大哦。那很有名的，我刚刚弹的这首呢，就是他的第一本里头的第一首 C 大调的第一个前奏曲。这首歌太好听了，所以它的结构并不难。那老实说也不难弹。很多这个成人的这个 pianist 哦，他如果想 pick up piano again 哦，有时候会把这首曲子拿来弹哦，因为不会太难，但它真的很好听。那就是因为它很好听，然后也很有名，然后也蛮 achievable。我大概才练了1天吧，我就录起来了。那我希望能把这个很好听的一个前奏曲的曲子也跟大家顺便跟大家来分享。那这首呢，是不是好像是3月7号发行哦？反正大家如果到 Spotify 或Apple Music 去找我 Lisa Rupin Chen， 就会看到我所有的作品。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报告，我昨天所说的这个巴哈哦，就是这2首单曲我都是这个礼拜会发行。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3月8号3·8妇女节，我的美丽肖邦夜曲会正式发行，大家一定要去听哦，那是我最期待、最兴奋的哦一个新的录音。OK， 好，下次见喽。